人家现在问我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再开健身房？我会跟他讲说，我没有那么白痴。投资的方式有很多嘛，对，例如我学习一个刮痧，我帮别人刮痧，这个还没有什么成本，就是时间成本跟劳力。我们确实比较稍微轻盈一点。所以我刚刚才问你说，哎，我想要学刮痧，但现在可能要9月，我不知道播出是什么时候，但我们6月满班，我们的专研满班。我都快骂脏话了。这里真的很痛，而且超轮的。Oh my god！ 这应该是今天荣登最痛。对，我眼泪都滴出来。那我想要问，就是为什么你既然都知道创业这么痛苦，你为什么又要从健身房跨到那个就是做餐厅，对啊，餐饮业的领域？因为我觉得健身房在食衣住行娱乐里面对的乐，然后它又不是很快乐，那就是我们民以食为天嘛。对，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餐饮业，结果我错了。嘿，怎样？餐饮业更比健身房还累。我觉得就各行各业都很辛苦。你注重 CP 值，但是你的毛利创造不出来，就没办法，因为你涨价，像之前可能卤肉饭，对不对？涨一点，或者是谁涨了钱，就会觉得你无良。对。可是讲到这个才，我健身房涨价过，然后呢？我从1块涨到1.3块每分钟。然后呢，其实你自己去试算，一天也不过才多几块钱。他就会说，你涨30%，你还叫做小额调升吗？你涨30%哎，先生。我现在说才几块钱的，那我们要做很多，我们成本、劳资什么东西都，薪资都往上成长。而且会讲到薪资往上成长，而代表他用的是比较多正职人员。对。所以其实会有投保劳健保，因为这几年政府其实都是往上。那健身产业其实都是属于基本底薪再加上业绩奖金制，它又跟一般不一样。对。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固定底薪制的话，那大家就不用去好好照顾个案吧，好好照顾就是学员啦。因为我钱照领，你来不来我钱照领，我为什么要用心照顾你？没错。所以这是健身产业其实也是要保护消费者的方式，就是让教练们其实是有动力去把客人照顾好的。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消费者比较不知道的，所以创业不容易啊，命要非常硬。以沙图上来看的话，两侧的阔背是比较有沙的，脊椎这边还是比较没有。那他的腰这边是比较凹下去的，可能跟重训的人都难免会有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有时候在做卧推的时候，这边都会拱腰，为了要顶出去。那这个的话，就要做一些事后你要做一些抱大腿的活动，才有办法把腰椎用回来。那两侧阔背这边沙比较深，是因为它有做阔背就是滑轮下拉的那种动作，去练它的背。那它的臀部的这2块的话，我觉得跟久坐会比较有关系。中间一样都刮不太出来，皮肤偏粗糙，我觉得跟他习惯自己刮痧有关系。那这边可能都是比较少刮的地方，所以我才刮得出来。所以整体来讲，这2边到时候退痧都会非常的黑。那以背部来讲的话，都是自己面对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的自我对话，那就真的就是会比较把那个感觉把它降低一点点。因为如果是都拼明天会更好的那种，明天如果没有更好的压力的话，那是真的不要感觉看来太强，比较容易活得下去。所以以背部来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命很硬的沙图，命很硬，对，真的要命够硬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刮前面的部分哦。刚刚后面是自己面对自己，那前面会比较像是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时候，那我们的状态如何？好，我先从脖子刮起，因为刚刚比较多是聊婚姻跟就是你的创业的状况。是。那我想要知道的是，你小朋友知道你在忙什么吗？小孩子知道我在忙什么，我常会带他们来公司看。但其实，在孩子的心中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定位是什么。我只觉得好像被他们当成付钱的工具。我其实就是尽力的爱他们，对，也想办法供他们的学费，对不对？但回到家，我要讨一个抱抱都抱不了。是哦，是因为你比较忙，比较常不在家吗？还是因为？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吧。但我假日会有家庭，会固定带他们
出去。就是很多爸爸们其实是很想要跟小孩互动，对。可是好像会找不到一个切入点，所以有的时候对我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有一些父权吧。可能我站在他们前面，我可能是树立这榜样。工作，比如他常常会说，哦，爸爸，我想要跟你一样会赚钱。他也变成了音速小子。对，他说我也想要像你一样。对，因为他说爸爸工作辛苦，所以他想帮你分担。对，我妈上次有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是说我女儿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说，阿嬷，我想要去捡拾荒，我妈就问她说，啊，你那么小，你知道拾什么荒？对，她说，因为我看爸爸赚钱辛苦，我想要多帮他赚一点钱，这样子他会比较轻松。就是你会觉得说，他怎么那么小就要懂这件事情？其实我心里是蛮难过的，但也觉得蛮好笑的。就是他的这些行为，怎么会是拾荒呢？对，怎么会拾荒？你要找一个真的可以赚钱的，搞什么？对不对？真的很感动，但是又觉得孩子拾荒可能没有办法解你爸爸明天的燃眉之急。对，没错。其实应该你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，啊，我们工作其实真的是不得已，刚好排那么满。其实你还是很想要陪小孩。对。我是知道要有小孩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调整我的工作，因为对于我来讲，我会很希望我的小孩会一直都在我们身边，所以即使我出国工作什么，我都会把小孩带着。对，一定都把他带着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左边刮，我先把右边一起刮完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整个前胸的纱哈。好，让我们从脖子开始，我觉得你的脖子也是小胀啦。但还可以。现在回头看你当初这个起心动念，你会觉得很傻吗？其实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很傻。你会觉得说，你觉得你还是有能力可以做到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当然。但你就觉得你每天都把自己搞得很累。对。人家现在问我说，你要不要再开健身房？看我是理事长嘛，看我风光，我会跟他讲说我没有那么白痴。投资的方式有很多嘛，对，例如我学习一个刮痧，我帮别人刮痧，这个还没有什么成本，就是时间成本跟劳力，比较没有那么重资本。对，这个是重资本，然后你还要劳心劳力。对，你杠片完之后，你还要给别人用。对，我们确实比较稍微轻盈一点。所以我刚刚才问你说，我想要学刮痧，但现在可能要9月，我不知道播出是什么时候。但我们6月满班，我们的专研满班，然后我们1年，你都问了，我们1年会招募2梯次。是。对，我们会招募新的刮痧老师，1年就2梯。是。然后都是从学生，然后变成我们的老师。然后我们每一家店就是都用我们自己的产品。因为如果没有用我们产品，就会刮不出我们要的痧，因为它是整个系统的概念。我觉得很棒啊，谢谢。这来做生意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对于我来讲，我本来我的愿景就是想要把刮痧推广到全世界去，是，然后让每个家庭都会守护自己。所以当有越多人投入来讲，对于我来讲是好事。对。对于我来说，刮痧跟按摩比较大。对，刮痧比较小，是，所以越多人投入，也代表着越多人会知道这件事情。是啊。所以最终我觉得是整体一起好。是。对，来咯。这很痛。我也觉得会。我都快骂脏话了。这里真的很痛，而且超轮的。Oh my god！ 来咯，再一次哦。这里超级轮。你这边平常也会刮吗？会刮，但是这里真的太痛了，你不会认真刮。我先帮你涂一点一样舒眠，因为舒眠会让它比较安神。大家涂一点舒压，会比较轻松一点点。好，再来一次哦，这里中间，哇，那肌肉超硬的，然后里面都暗痘。我自己觉得面对，好 ，OK。救命！这里是刮到现在最痛。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痧，其实你会发现跟它后背的痧一样，都是比较难出来的。这边是平常也都会刮，会。这边都会刮，所以也跟后面一样，有可能是来自于比较常刮痧，所以那个皮感觉有比较厚一点点。是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我觉得可能面对别人的时候，还是要有那个板出来，你就没办法，就是当老板。很难放松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他的手肘，对手肘我稍微瞧一下。你刚刚说难出痧嘛？对。那怎么样才叫做好出痧？
其实如果说以你这种比较壮的，好，不要再抖你的内内了。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壮的情况下，其实一刮就应该要出来了。那之所以没有，我觉得跟刚刚讲的，就是你可能平常我送你器具，你可以用我们家器具刮，可能会比较好。那因为你平常可能都是那种硬刮，那我们调整一下，可以来上课啦吼。但是用我们器具应该就可以改善许多了。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。可以的话，刮完之后真的好好放松一下，然后先沉淀，然后让自己的步调缓慢一点点。了解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刮你的腋下，我先刮胸大，而且因为你这里你比较没有刮，所以我其实可以刮到你真实的痧出来了，黑色的。你还是叫出来吧，就是你这边是真的很严重。因为他的胸大肌其实练得很彻底，你看，我们刚刚在那边坐着都刮不出来，这边直接出来全黑，因为这个心脏靠左边嘛，对，所以如果说痧是很像石头一样的话，它其实会让你很堵住你的，就是那心脏血液循环的那种打出来的感觉。这个非常黑，它整个腋下，它全部腋下全部都是。好，我们高一点，我现在刮到这边，这边很痛哦，这边很痛。你看这个，哇，这一颗，救命啊！哇，这个全部满，整个紫色的、黑色的、焦黑的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肩胛下肌，这边满的都是。好，我先把肩膀处理完。这应该是今天荣登最痛，对我眼泪都滴出来。接下来这一条哦，忍耐哦，把二头肌跟三头肌，而且二头肌也是爆炸痛的，因为它二头肌这种触感啊，这边也是整个紧到一个不行，在这里加油哦，因为这个跟刚刚的痛是差不多，都会很割，就好像在割你的肉一样。我跟你说，它这样顺刮还好，它最痛的会是这样。你看出来了，因为它的肌肉藏在这里。因为它这个是练到肌肉受伤的，所以它的结晶痧会藏在逆向。这真的要有学过再来刮，因为我们一般来讲顺向刮是这样，可是那是因为它这边的肌肉卡一个结在这里，俗称可能叫气结啊什么的，而且就是它这边肌肉要膨胀，它一定要练到肌肉撕裂嘛。那我们任何的撕裂都会产生一些伤疤组织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帮他做一个刮痧的放松。我怎么很想要抓老师？你还想揍我？抓我应该算还好，我觉得这个会蛮想做的。这是你受伤的那个地方。然后你为什么会重训的时候会觉得没力？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好施力。那我们的二头肌它其实附着，它有跨我们的手肘嘛，所以当它跨手肘的时候，这边的肌肉如果它绷紧，有没有在这里？我们外侧是桡骨，内侧是尺骨，所以当它今天整个绷紧的时候，它就会影响到你手臂的弯曲。整个生物力学来讲是这样，这个点出来就会好一点，就这个叫做黑珠痧，它直接藏在二头肌的肌腱里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腋下，它腋下这边满的都是结晶，然后加黑珠痧。结晶的话，它淡紫色，它已经到黑色的了，但它这边是整条全部。满的都是很严重的痧肿，我刚刚讲那些都是偏严重的痧肿。那我现在要帮他做复位的动作，帮他瞧一下，然后，好进去了。那我们把骨头稍微调一下，因为你这边如果太紧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先一个一个讲好了。胸大肌太紧，肱骨头往前抓，往前撞，所以整只上手臂整个会往前变圆肩。好，当它圆肩的时候，你又要做一个二头肌，又要把它往外转，然后二头肌转出来，又要往外转，二头肌又要做，所以这个时候这边的关节它又会去承受在不对的排列之下的应力，就是它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大，所以这样肌肉拉着它就会离开家了。所以我们就是稍微帮它瞧一下，瞧一下骨头，那它的动作像你这样的动作就会比较顺了。不然你之前就会有这种卡的感觉。那你今天刮完之后还好吗？我觉得我的眼睛亮，你的眼睛亮了。我原本觉得前阵子感觉比较昏沉，但刮完以后我真的觉得感觉舒服很多。然后刚刚刮完胸口之后，我觉得我呼吸变得比较顺畅。
那回去之后，我自己对你的期待是，当然第一个，刮完痧之后还是要热敷按摩，就洗澡多冲热水，然后洗澡的时候多搓揉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也会送你揉痧油的随身包，你就让痧好好的退掉。那另外一个我对你的期待就是像刚刚讲的一样，我觉得身体放轻松了，铠甲慢慢卸下来了。那接下来真的要把专注力放在真正关键的问题，而不要让表面的杠杆或者是一点点的失衡，而再一直追明天，而看不到后天或者是明年。好，我希望 Eddie 之后可以在他的事业里面，可以用一种更省力的方式，然后去达到一个平衡，然后可以陪伴小朋友多一点。然后因为你人很好，就是我刚刚在听你在讲各种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人很好的人衍生出来的一些商业模式。可是有的时候人太好的情况之下，自己就会很受伤。所以如何跟世界或跟别人，然后还有跟自己，还有自己的家人当中取得一个平衡，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次痧图当中带给我的一些故事啊。是，这个也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。可以，相信你可以的。那就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再来找我们刮痧，或是来学刮痧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